在新加坡，每天最紧张的资源就是通勤时间。跨岛线第3阶段公布后，这也是最受关注的数据之一。部分行程最高可节省50分钟。对西部居民来说，这个变化很直接。过去长期存在的绕路、换乘和等车时间，有机会明显缩短。跨岛线第3阶段带来的也不只是线路增加，它会直接影响西部居民每天的出行安排、工作选择和家庭时间。玉廊西、蔡厝港以及在大市和玉廊工业区工作的人，过去一直受到现有网络衔接不足的影响。跨岛线正在改变的是这种长期存在的出行低效。当前，新加坡面对的是更深层的空间和通勤压力，人口持续集中，中心区成本维持高位，家庭对通勤时间更敏感，企业也更重视员工跨区通勤的稳定性。在这个背景下，交通系统直接关系到工作、教育、医疗和日常服务的可达性。路交局这些年持续推进20分钟市镇和45分钟城市的方向，核心是让居民在更短时间内接触主要生活资源，减少所有活动都向中心区集中的压力。这个目标本质上是城市治理安排，不只是交通口号。新加坡地铁网络已经较长，覆盖范围也广，但覆盖广并不等于连接顺畅。对西部居民来说，问题往往出在线路衔接。地图上距离不远，现实中可能需要2次换乘，巴士接驳，再叠加高峰时段的不确定性。蔡厝港、五级班让、玉廊西一带对这种落差感受尤其明显。西部本身也不是单一住宅区，这里连接玉廊湖区、玉廊创新区、大市港口以及大量工业、物流和制造活动，区域功能持续增强，但居民时间成本长期偏高，去中心化布局就很难真正落地。放在这个背景下，跨岛线的作用很清楚，它是在为新加坡下一阶段的空间分工补上关键连接。对西部居民来说，变化会体现在生活半径和出行路径的重新调整。跨岛线第3阶段带来的最高50分钟通勤节省，对普通家庭是很实际的变化。按每周工作5天计算，来回合计每周可减少250分钟通勤时间，超过4小时。按月计算，大约是17小时，累积到1年，就是相当可观的一段时间。这部分时间会先反映在日常生活安排上。在大市或玉廊工业区轮班的人，少一段换乘和接驳、接送孩子、安排休息、处理家庭事务都会更从容。下班通勤缩短后，和家人一起吃晚饭、陪长辈复诊、处理家务，这些原本被压缩的安排也更容易落实。对很多家庭来说，问题一直不是缺少意愿，而是通勤时间过长，直接挤占了生活空间。西部居民对这类变化的感受通常更明显。西部长期集中了工业、制造、物流、港口和仓储等国家级功能，但区域功能强，并不代表居民出行就足够便利。很多岗位就在附近，实际通勤仍然要绕路、换乘，时间消耗并不低。地理距离不远，通勤耗时却长期偏高，这种情况在西部比较典型。跨岛线压缩通勤时间后，影响会延伸到就业和居住选择。原本因为通勤负担过重而放弃的岗位，可能重新进入考虑范围。企业在西部招聘跨区员工的难度也有机会下降。对准备置业的家庭来说，未来10年的通勤确定性一直是重要因素。西部通达性改善后，区域吸引力会被重新评估，周边零售、餐饮、服务业以及学校和医疗资源的可达性也会随之提升。更稳妥的判断是，跨岛线会让西部逐步摆脱长期高时间成本的状态，转向一个通勤更稳定、生活安排更灵活的区域。其实，跨岛线对应的也是新加坡的整体空间布局调整。高度集中的城市国家在发展初期效率很高，企业、金融、
服务和管理资源集中，协同成本较低，但集中度持续提高后，租金、通勤和系统扰动带来的外溢影响也会同步上升。新加坡这些年持续推动去中心化，目的就是分散增长压力，分散风险，也分散就业和生活机会。西部是这轮调整中的关键区域，玉郎湖区被规划为第2个 CBD， 目标是形成更完整的商业、办公、居住和公共服务组合。玉郎创新区承接先进制造、研发和技术产业，大市港口则关系到物流和海运体系的长期竞争力。这些节点本身都很重要，但节点之间、岗位与住宅之间、人流与产业之间需要更高效的连接，区域协同才能真正形成。跨岛线的价值就在这里，它把原本分散存在的重点区域进一步连接成可持续运作的网络。这项工程也可以放到国际城市经验里看。东京长期推进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高密度开发，把交通、商业和住宅整合起来。香港则通过铁路与物业开发联动，形成站点周边的持续收益。新加坡的路径不同，它的土地制度、公共住房体系和规划权更集中，交通、住宅、产业和商业可以放在同一张长期规划图里统筹推进。跨岛线因此不只是新增一条线路，也是一项服务长期空间布局的基础设施。另一个重要层面是系统韧性。对新加坡来说，韧性首先体现在日常网络能否承受高密度运作。过度依赖少数主走廊和大型换乘站会放大拥堵、维修和故障带来的影响。增加一条横向主线后，整张网络的分流和绕行能力会更强。对面积不大但经济密度很高的新加坡来说，这类冗余配置是长期运行所需要的保障。跨岛线放在国家层面看，是为下一轮增长和更均衡的空间结构提前布线。大型基建最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往往是开通之前10几年的系统治理。跨岛线全长67公里，共27个站，在新加坡地铁网络中属于分量很重的一条线。线路越长，衔接越多，系统设计越需要稳定，任何一个瓶颈都会被放大到全线。近期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是，首列跨岛线列车已经运抵测试中心，并采用每侧5个车门的设计。这个设计直接关系到上下车效率。地铁运力不只取决于列车运行速度，也取决于停站时间和乘客流动效率。高峰时段真正拖慢系统的，很多时候是月台和车厢之间的交换速度。车门增加后，理论上有助于更快完成上下客，减少停站时间，也减轻月台堆积压力。对客流量大的线路来说，这类设计和系统稳定性直接相关。当然，车门数量增加只是其中一环，车厢内部布局、乘客站位、月台管理和换乘动线都需要同步优化，否则拥堵只会从车门位置转移到车厢内部。这个细节反映出，跨岛线建设并不只是铺设轨道，也包括整套乘客流动系统的重新设计。工程层面的难度同样很高。新加坡地下空间复杂，土地有限，既有基础设施密集，长距离地铁建设通常都涉及环境评估、地下管线、施工干扰、成本控制和工期协调。在高密度城市里，这类工程既是技术挑战，也是治理挑战。轨道交通投资规模大，回报也很难只用短期财务数据衡量。东京和香港的经验表明，轨道交通可以带动站点周边开发，形成持续收益。新加坡的重点则更偏向公共目标，包括住房、就业、商业和产业布局更合理，整体社会运行成本下降，以及通勤不确定性减少。判断跨岛线成效，关键还是看开通后的长期结果，包括出行模式是否改变，企业是否更愿意在西部布局，居民是否更愿意长期住在西部，区域商业是否从路过型消费转向目的地消费，
以及整张网络在高峰和受扰动时能否保持更稳定的运行。跨岛线最值得关注的地方在于它再次说明了交通系统在新加坡发展中的基础地位。对这个小而开放、竞争密集的城市国家来说，交通直接影响人口流动、产业布局、住宅价值重估以及系统风险分散。对普通居民来说，变化可能体现为少换一次车或者更早到家。放到城市层面看，它对应的是更均衡的空间结构、更低的运行摩擦和更稳定的网络承载能力。跨岛线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从未来10年到20年的发展方向看，这条线确实具有很强的观察价值。它连接的不只是新的站点和线路，也包括西部的通勤效率、产业协同和整体空间格局调整。